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近2年在中国各式各样的直播节目那是层出不穷，而且呢，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有人在直播，而这些人呀，也并非什么明星人物，只不过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们。就在上个礼拜，我还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曾经是农民工的主播，直播他推着自行车步行全国。那么目前在中国，到底大家都在直播什么呢？有哪些主要的直播类型？他们有多火？为什么会火？又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东北哥们小峰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Hello， 小峰。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直播的话题吧。你是不是也经常看直播呀？我平时也会看直播。你觉得这个直播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火呢？在我看来有2方面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最近几年呢，中国的互联网的确是发展的比较快。这个互联网发展的比较快以后呢，它就给直播这个行业提供了能够发挥的空间。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直播谁都能进行，就是它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和空间吧。但是呢，直播其实是有多种类型的。我刚才提到的这2方面原因呢，实际上都是从整体去考虑嘛。那其实具体的每一种类型的它的直播呢，它还有自己的一些受众，它也有自己能够火的一些具体的原因。那你能说说目前国内直播有哪一些主要的类型吗？首先是游戏直播，带货直播，美女直播，还有吃播、教育直播。怎么了？不是，我听你说直播了，我就觉得搞笑。播是吗？我平复一下，对，就那个俄话特别搞笑。那你能分别介绍一下这些直播的形式，然后再具体的说说每种类型火爆的原因吗？可以的。我先来谈2个就是最火的直播类型嘛。那第一个就是游戏直播嘛。这个游戏直播，我觉得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最近几年也是这些直播类型当中比较火的。你能说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游戏直播是怎么回事吗？游戏直播实际上就是一些知名的玩家他去玩游戏，然后大家来到直播间去看他玩游戏。那看这些的人都是谁呀？大部分群体实际上应该是学生，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多，而且对游戏呢也比较热衷。那这个游戏直播它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呢？或者说它到底有多火？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吧。英雄联盟的一个知名的一个选手UZI，他在就是直播平台上首播的时候，当时同时在线的人数达到了850万。850万呀，这么多人呀！对，但是呢，其实这个数据呢，其实被外媒怀疑造假。直播平台它的那个人气的造假成分确实是有的。一般真实的人数在它显示人数的10%到2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说直播间显示的人气是100万的话，那大概在直播间真正观看的人数应该是到10到20万之间的。哇，水分这么大呀！是的，是有一定水分的。但是为什么要去造假呢？这个不能够显示真实的人数吗？因为大家其实看游戏直播的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原因就是来凑热闹。那人越多的话，那大家就越爱来看嘛。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造假一些数据，让大家觉得我的集体是很庞大的，大家都爱看这个主播。这就有点像那个比如说一家奶茶店，外面排满了人去排队买这个奶茶，然后你看着它的时候，肯定心里会想，哇，这奶茶肯定好好喝吧，我也去排个队。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家完全没有人的，你可能会觉得应该不好喝吧，不然为什么没有人去买，是吧？我觉得是这种心理，对吧？对，大家是有从众心理的。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些原因，还有其他它火爆的原因吗？其他火爆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还是要从这个爱好上讲，特别是从2010年以后，其实是网络游戏渐渐的就是成为了年轻人的一个主要的娱乐活动。但是人呢，实际上不能24小时都在打游戏，打游戏也会累，而且我打游戏可能会有输赢的这种负担，我输了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当我来到直播间看其他人来打游戏的时候，他赢了呢我就吹一吹，他输了呢我就讽刺一下。看直播的人都是学生吗？游戏直播这里应该大部分都是学生，而且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了。在2019年统计的中国的大学生人数已经接近3000万了。为什么这个群体会是大学生呢？工作的人不可以去看吗？工作的人也会看的，就是说从前的大学生他喜欢打游戏，然后毕业了以后，然后参加工作以后，自己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进行游戏这个活动了。那可能下了班之后啊，偶尔的打开直播间看一看，主播们玩，就自己也过瘾了。游戏主播他是如何去赚钱的呢？通过大家给他刷礼物。这些礼物呢，实际上是虚拟的，它是一些就是火箭啊、飞机啊，实际上是网络上的一些东西。刷礼物的人充钱，然后购买这些虚拟礼物，然后这些虚拟礼物呢，实际上就有一部分会转化成主播的收成。你刚刚说的这些虚拟礼物啊，有火箭啊、飞机啊什么什么的，它一支火箭大概要多少钱？有一种礼物叫做超级火箭，这个超级火箭呢要2000元人民币一个。而且就是很多土豪就是进来可能就5连刷、10连刷这样子。10连刷，你这是一次性刷10支吗？对，10个超级火箭。对，这个主播他能够得到这些所有的礼物吗？还是说他要跟公司分成的？他要跟平台分成的。其实他分成的可能有很多的。首先他这个主播他有他的自己的公司，他的公司首先要拿分成，然后呢他在平台上直播，这个斗鱼这个平台，比如说或者是快手这种平台，他也会获得一些收成，然后最后才是主播。主播一般来讲的话，能获得20%的这个收成吧。那也不错啊，一支火箭都2000耶，20也有400了。那除了火箭，还有其他的礼物吗？都这么贵吗？便宜一点的，比如说像飞机啊，它就500，然后还有200元的，就是最便宜的可能2元、6元的也有。我在看那些直播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节目，包括是现在的电视剧、电影，它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弹幕。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弹幕其实是起源于日本的，但是在中国可能被发扬光大了。对，看弹幕其实有时候感觉好像比看真正的内容更有意思一点，因为弹幕这个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呀，它是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在那里发表评论，就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网友也会有参与感。我有什么观点了，我也可以及时的打在公屏上让大家看到。然后在弹幕里我也有注意到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比如什么666，这是啥意思？666实际上就比如说在游戏直播里，一个主播玩家他获得了5杀，英雄联盟里5杀，就是他连着杀了5个敌方的单位，公屏上就打666，那实际上就是称赞他，主播你好厉害，你好溜啊。那说完了这个第一种，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第二种直播类型吧，你刚刚说的很火的那个。带货直播。带货直播里面实际上有2个人是比较火的，一个是淘宝平台的薇娅，一个是抖音平台的李佳琦。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薇娅吧。薇娅她在去年2019年的双11期间，她就通过直播创造了30亿的交易额。一天吗？就是双11阶段吧，可能有几天或者1周之内，但是大部分交易额都是在一天，应该都是在第一天内凌晨12点的时候达成的。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双11它是
最近几年的这个阿里巴巴搞起来的一个购物节，然后在购物节的这一天或者是这几天之内吧，很多商家，淘宝商家他们都会大力的打折，促销，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一天来购买他们想要买的东西。对，是这样的。你继续吧，你刚刚说到薇娅。对，薇娅她就是，而且她的直播间呢人气是很高的，她直播间人气是也是能达到千万级的。千万级呀！对，千万级的。很多人下了班了，就是就会看她的直播，然后顺带买点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主播，你刚刚说的那个抖音上的李佳琦，其实现在也是非常火的。你之前有跟我提过这个李佳琦，然后我说李佳琦是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然后后面忽然间我想起来了，因为我在那个淘宝上就经常看到什么李佳琦推荐口红，我说这李佳琦到底是谁？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女孩，因为推荐口红嘛，男孩子卖口红好像感觉起来比较奇怪，对。而且他的名字也有点像女孩嘛，是吧？佳琦。是的。他有多少粉丝？他跟薇娅的影响力其实是差不多的，他抖音上的平台应该有3000万的粉丝吧？好像今天已经达到了4000多万了。我今天看了一下，现在已经达到4000多哦。那我这个数据是过时的，可能是。这是一天一个数。他的直播间里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名人来造访，比如说那个马云。是这样吗？马云是吗？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昨天就特意去看了一下他的频道嘛，然后我看到马云也在那里试口红，他跟李佳琦2个人在 PK， 看谁的带货能力更强，然后马云输得很惨。那当然了，李佳琦他是有庞大的女性粉丝的。19年他是通过直播带货，他自己是收入了2亿的人民币。你可以看到这个带货直播带来了个人的一个巨大的成功。哇，那他好富哦。对，很富的，其实他们都已经成土豪了，实际上。那还直播什么呀？在家里享受不就得了？这个不行啊，他这个已经做起来了，做起来了以后，他不可能轻易的就是说离开这个行业，因为他的整个团队、整个产业链都指着他这个人物形象在吃饭，那他离开了，大家不都没饭碗了吗？哎，我们还是去做直播算了，这个盈利空间太大了。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带货直播为啥这么受欢迎。它有2个原因吧，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在家网购的时候也能获得那种真实的购物体验，因为在家网购的时候跟平常去商场逛街购物最大区别就是说你不能身临其境的去体验那种就是购物的感觉，但是这时候有一个直播的人来替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也会获得一部分的真实感。第2个原因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些主播他的个人魅力吧，他们的个人魅力确实能吸引一部分的观众，甚至是他使得就是说我们在网上购物的这种活动实际上变成了某种本来是物质需求，比如说我需要一件衣服一个口红，但是他现在呢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精神需求，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主播我才去他的购物间买东西。你看李佳琦这样一个小鲜肉，他本身就是受女生欢迎，然后居然还会选口红，还会试口红，这就让大家的这些女生更喜欢了吗？他不是因为试口红一次性试了很多很多，然后还打破了一个吉尼斯纪录，就是每一天当中试口红的次数是最多的。是吗？这样子。你没有看到那个新闻吗？没有看到，这还挺有意思的。对啊，然后我看过他的直播，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带货直播为啥会这么火呢？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我这个人啊，如果说网购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选择综合症，就是我有太多选择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所以我就会在那里刷找半天，然后最后发现2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有买到一样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在看他试口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试的一些颜色，我觉得很好看。如果我用这个颜色的话，应该也会很好看。我当时我看完了，我立马就去淘宝上找那个颜色，我差点就买了。还好我的理智差点就买，我的理智告诉我先别买，
再跟你说一个李佳琦有意思的事，你知道他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吗？而且那个口头禅是让观众或者让粉丝疯狂的一句话。不知道哎，你说一下，我看我能不能让我疯狂。Oh my god! Oh my god! 对，然后好像是他用那个 Oh my god 创造了什么销售奇迹啊！就是每次他一说 Oh my god， 然后买的人就爆了。他变成了一个口号。对，他会说哇天哪，买它买它买它，我觉得好有意思。那现在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个目前最火爆的2个直播类型，那第3个是什么呢？美女直播。美女直播实际上就是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孩，身材比较好女孩，然后通过唱歌呀、舞蹈啊或者聊天啊展示个人才艺，然后大部分都是男生来看了，肯定是。但是你觉得他们是真的很美吗？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用那个美颜。对，他们会有美颜，甚至有一些人为了就是直播他会去整容。我记得在这个直播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啊，平台会宣传这个做主播能够挣多少钱，而且又很自由，你只要坐在电脑面前说说话呀、跳跳舞就好啦。所以会有很多人挤破了头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么进入这个行业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整漂亮一点。你刚刚说大部分看这种美女直播的都是男的啊，他们为什么要看呢？他们实际上那就是满足男生的一种就是业余的娱乐生活呗。还有一个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他在网络上看到的那种美女，可能就是说在网络上看这个美女直播要比自己现实去找这样的就是美女，接触这样美女的成本要低很多。因为我坐在家里通过手机然后刷点礼物就可以了。对。你说的这个成本高是指什么呢？现实当中你要接触一些美女的话，你可能要就是有一些必要的礼节，比如说出去吃饭要请客吃饭啊，要买一些礼物啊这类的。但是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可能就是刷一些小礼物，然后这些美女呢就会喊啊谢谢大哥呀之类的。而且他在现实生活中还不一定有女孩子愿意跟他们去吃饭，但是在直播间里他这种跟美女能说上话的几率是100%的，是有保障的。对，是的，只要花一点钱刷一点礼物，那些女孩子就比如说谢谢大哥呀之类的，就是她能满足一种男性的一种被崇拜的那种心理嘛。那他们一般刷礼物会刷多大的？有些人确实刷的比较多，可能就是说也可以达到几十 W、几十万、几百万这样的也有，但是这样的不多，大多数都是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但是这样的礼物就是主播也会感谢你的。大的礼物跟小的礼物都能够得到感谢，那为什么要去刷大的呢，而不去省点钱？直播间它会有一个榜，它会有个刷礼物的榜，就比如说你刷的是第一的，你的头像是在最前面的。这个直播间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你的头像，知道你刷的最多，这是满足虚荣心吧？就是我是这个直播间的就是榜首。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很多男孩子他的性格比较内敛，有一点害羞，不敢跟女孩子主动说话或者表白。但是呢，在直播间里面，他是一个人对着屏幕，不会感受到那种社交压力。你刚才说的那些观点呢，我可以找到一个例子，网友的一个评论，他说大量的人都是有贼心没贼胆，而在网上更多的人是现实中的普通人或者是屌丝。这个屌丝这个词对用的我就比较精确，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现实当中没有这么成功嘛，但是在直播间里他刷几块钱，然后就会被人喊大哥，这多爽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剩下的几种直播类型吧。第4种我想先来说的一下是个吃播。前2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我的同学，他就吐槽说，哎呀，现在就是爱上了一个吃播，然后每天不看他直播吃东西我都睡不着觉。我就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就是说他可能获得心理的某种满足吧。特别女孩子多，男孩子我几乎没有听到有人喜欢看吃播的。等会儿你先解释一下吃播到底是什么？吃播就是有一个人呢，有个主播啊，他直播吃东西，而且吃的量很大。比
比如说正常我一个人就能吃一碗面，他可能吃一碗面，再加上20个串儿，再加上一个龙虾。你刚刚说那个一般看吃播的都是女孩，没有男孩。对，你不看吗？我不看吃播。为什么要看吃播？不如自己去吃啊。为啥是女孩看呢？因为女孩她有一个就是说想保持身材的一个愿望。我先不说她能不能保持住，但是她肯定是有这种愿望的。然后她也有想吃东西的愿望啊，她也有食欲啊，她也想吃好吃的。那吃呗。那么她不能自己吃，对自己吃就会变胖，她就会有自责，有负罪感。那么她就看别人吃，然后别人吃的还很多，比如说吃了一个螃蟹，吃一个龙虾，吃了一碗面，吃了10个炸串，哇，这个人吃的真爽，就自己也感觉很爽。我理解不了，因为你说看别人吃你就不想吃了，在我这儿恰恰相反，我饿的时候我看着别人吃东西津津有味的，我估计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我得马上去吃点什么。就像我以前看韩剧的时候，你知道韩国人很喜欢吃泡面对吧，然后我看他们挑起来吃的，好有味道，然后我立马就去买了一包泡面回来泡着吃。可乐鸡翅啊，看鸡翅，他怎么一口一个？这是男的女的？男的啊？怎么有点像初中生啊？他咋美的？他怎么一口就能把它吃了呢？对，就是要这种效果。这能吃吗？就是虫能吃。什么味道？看那大钮，双鸡肉一包点子啊，就跟鸡蛋的味道差不多。天哪！你看他吃好多，磨牙利器。这啥呀？我有点想吐了都。那个我没吃过，小乌贼不喜欢吃。乌贼你也没吃过啊？非常不错。没有，我觉得好恶心。这有点吓人是吧？我天哪！2口就吃没了。这是真的吗？这个做不了假吧？你看他金针菇塞牙呀，吃的都。这个我看的有点流口水了，因为他那个辣辣的。感觉也想吃了是吧？我有点饿了还。金针蘑。等会儿看完这个我去点个外卖。有虾，那看着好好吃哦。我就跟你说吧，看吃播减不了肥，就我这样的，我边看我就有一股想去点外卖的冲动了。哎，确实就是看完这个，就是胃就感觉有点饿了，刚才没有意识到。就是你觉得饿了不？对，饿了。我等会儿有饿的感觉，去点个外卖，我俩去点个外卖吃。看吃播看的有点饿了。我也觉得，怎么办？对，我也看饿了，因为我也没吃晚餐。我也没吃，对，我怕我吃了想睡觉，我就没吃。我之前在街上采访过一对女孩，其中一个女孩说她平常喜欢看吃播，然后我就很好奇，我问她为什么喜欢看吃播，她说无聊啊，打发时间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也会在工作之余的时候，可能坐在家里了，工作累了，哎呀，躺在那休息一会儿，看看别人吃东西也是一种享受。对，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你为啥不喜欢看呢？我还是觉得好奇。我自己吃多爽啊，为什么要看别人吃啊？这个是减肥无望了。对，我也没有这种减肥的这种强烈的愿望。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要减肥？哎，那就是顺口说一句。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1、2、3、4第5个类型。教育类型的是吧？教育类型的直播呢，实际上就是在最近几年呢，也开始越来越受欢迎。就以往呢，我们就是想学习某样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去学，难道我们要去大学去学？大学去学需要考的呀。那报班需要学的话，需要花钱，对吧？还有时间啊。对，还有时间。教育类型的直播就是我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就可以学习我想要学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益处的，对整个社会。这个你平时有看吗？我倒也没有特意的去看这个教育直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推荐给我一个直播，就是讲关于学习英语的。
然后我听了差不多2个小时，觉得还不错。如果说你是看视频学习的话，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主播互动，但是你看直播的话，非常好的一个点就在于，你可以把你不懂的问题及时的向主播或者是这个老师反映，然后老师呢也会针对性的去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可能效果更好一点。这也是直播的一个特点嘛，对。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教育直播，它主要都是教哪一些东西呢？各行各业的都有，我都有看到过。语言类是确实是比较流行，英语其实是最流行的，因为英语它是比较通用嘛。我其实要提的一个人呢，就是说他是教法律课的，他叫做罗翔。这个人呢，现在也变成网红了，他在网上特别的火。对，有多少粉丝？他这个粉丝很难统计了，因为他的直播实际上我不是说通过第一手的方式看到他的直播的，别人录下来的。他的录播就是我有看过，在 B 站上的播放量有达到1000万到2000万的这样子。不错耶，为什么这么火？他因为他是讲法律的嘛，然后讲法律的话，他就会讲一些有趣的例子，讲很多例子的时候呢，这些例子呢就被他讲的像那种网络段子似的，也就是说他把这种法律课上成了一种像脱口秀似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案件叫做粪坑案，每年我都讲，太经典了。一个女的妇女干部，上个世纪80年代冬天的时候，半山腰骑着自行车碰到歹徒要强暴她，这个女的发现打不过，叫也没人听得见，于是假装同意。她对这个男的说，大哥，这个地方不够平坦，我们选一处平坦的地方。男的一听挺开心的，女的就把男的带到一处平坦的冰面，冬天嘛，冰面很平坦。然后女的对男的说，大哥脱衣服吧。男的一听更开心了，脱衣服。人在脱衣服的时候，眼睛呢就被衣服捂住了呀。女的顺势一推，把男的推进了粪坑。男的拼命往外爬，女的剁了男的手一脚，男的掉进去了。男的第2次往外爬，又被剁一脚，又掉进去了。男的第3次往外爬，又被剁一脚，彻底掉进去了。大家觉得这个女的属于什么？属于正当防卫还是属于事后防卫？那当年在这个案件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有很多人说踩第1脚叫正当防卫，但踩第2脚、第3脚就叫事后防卫。各位同学想一想，什么叫危险排除？一般人标准。什么叫一般人标准？你把你自己代入一下，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女的，你踩几脚？你踩几脚？我踩了4脚，老子还得拿块砖往他头上砸。大家觉得合不合适？合适的不得了，合适的不得了。那这个教育类的直播也是可以刷礼物的吧？肯定也是会刷礼物的话，但是他这应该也不是靠刷礼物来就是盈利了。教育直播应该更多的是卖课，因为他首先他通过直播来告诉大家我在教这个课嘛，那大家实际上就会接下来去买他的课程。那下面我们就来讲最后一个点，直播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它是很明显了，包括薇娅呀，包括一些游戏主播、带货直播这些人，他们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就是达成了个人的成功，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很难，就是说通过自己的特点或者个性这种东西成功。现在的话，通过直播的话，他们通过个人魅力就是达成了一种成功。对，国家也是非常鼓励直播这个行业。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新闻：2020年出现在直播带货屏幕里的身影之多，让人感叹。一个全民直播带货时代的来临，网红、明星、企业董事长、市长、县长纷纷加入直播带货行列。直播卖房、卖车，甚至工程机械、火箭也能卖。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截止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亿，占网民整体的62%。也就是说什么呢？它不但就是给我们个人提供了一个空间，直播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说什么呢？它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很有好处。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说法吧。行。
这位网友这样说的：由于疫情的影响，大家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出门，看直播就成了人们另一种消遣的方式，也带活了经济，弥补了一些经济损失。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负面的影响吧。我觉得负面的影响还是挺显而易见的。就拿我自己来打个比喻啊，我刚刚不是跟你举那个李佳琦的例子吗？就是在我看他直播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买东西，买一些我可能实际生活中并不需要的东西。是的，造成一种不理性的消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从刷礼物这个角度来看，你刚刚不是说有很多土豪吗？甚至不是土豪的人，他可能为了要去得到主播的认可或者是称赞，他就会去不断的刷礼物。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冲动消费的。冲动消费的这个范围，有一些人呢，实际上是沉迷于这种网络直播，然后他给自己或者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包括我听说有一些孩子会偷父母的钱来给主播刷礼物，孩子可能更不理性吧，他更就是有这种虚荣心，没有自控力，而且对。你说你睡觉之前会刷一刷那个直播，是不是？对，看一些。然后很容易就会让你看着，你就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就上瘾了。对，之前那个抖音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评价抖音是时间机器，就是可以穿越。我绝对赞同这个，而且这个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就是假如说我看这个看上瘾了，那我就会变得不思进取。然后不会想着我去做正事，比如说我的工作，我要录节目，我要去准备这个材料那个材料，我就不会把很多时间花在正事上面。然后结果就是我的工作做不好，那么我的粉丝可能也就不开心了，因为我没有及时的更新视频。然后这个对我可能对我个人的发展也是有害的，直接可能最后会导致我心理有问题，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可能对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方面的影响。之前我给你看那个直播，就是游戏的直播，那个叫大司马那个，因为他粉丝比较多嘛，有好多年轻的孩子的粉丝就给他发私信，就问他说，就是大司马老师，我就是学习不怎么好，我以后也想成为一名游戏主播，你有什么建议吗？这样的孩子就很多，就是觉得可以通过游戏直播这种方式成功。然后大司马当时就是在直播间，就是他就说这件事情，他说他们只看到了他表面的成功，就是不知道他背后所付出的一些辛苦。就是说他劝年轻人还是不要走这条路，因为就是还是应该去好好学习，就是有一技之长，而不是说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这种游戏直播这种方式成功的。所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就是不好的地方吧，会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很容易。对，我觉得大家所看到的都是成功的，可能很多人没有去仔细的想一想，这些成功人士的背后还有很多没有成功的人。对，是这样子。我刚才还有讲，就是说，这个大司马这个，他直播间只有1、2千人的时候，我就在看他直播了，那已经是5、6年前了。对，因为他刚开始是技术型的主播，对，就是他打游戏很厉害，他在就是国服就是这个游戏的排行榜上就排过第1名，因为他技术好嘛，技术好的话，其实大家不是很能看技术好的东西，因为无聊。那个时期他就是白天的时候去修车，他去学修车，下午3点下班以后，然后直播到晚上6点，然后之后再出去送外卖，他一天就干3份工作，然后这样去生活。然后他是通过自己的技术，对，一点点的，就是人气越来越高以后，他开始走娱乐的方向。然后一开始只有2000人，现在是有200万的人气，就每天。对，大家可能只看到他搞笑，但是他实际上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就是心血。对，而且也不是一夜成名，而是他有积累了。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估计啊，就是在我们俩聊完这一期播客之后啊，搞不好这在座的观众呢，有其中一些人也跑去想想，哎，我有哪些才艺呢？我会唱歌，我会跳舞，我会弹吉他，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也去直个播吧。直播这么赚钱是吧？有可能哦，是有可能的。
咱们俩也要考虑一下。对，去转行进入直播圈儿。就进入直播圈。那对于我们今天所聊的一些内容呢，也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我们得要去点个外卖了啊，有点饿了。你看这吃播的影响力是得多大呀？是啊。行，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小冯。拜拜。